好的，因为这次刚好喷头有东西堵住，那借此呢，我来告诉大家怎么去换喷头组。首先呢，怎么拆呢？等一下后面会来做说明。那这里的话，后面这2颗从这个位置可能看不出来，但后面这2颗呢是最好锁的。我先把它固定起来，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大家就耐心等我一下。底部还有2颗螺丝这边的话可能是大家会遇到的状况，那我就告诉大家从这里拆原来是这2颗螺丝搞的鬼，所以拆不开。假设我们先拆开之后呢，它这里呢前端有2颗螺丝可能不是很清楚，它螺丝是比较长的那一种，你可以拆也可以不要拆。那拆的话呢，你的线会比较好穿过去。再来，我要把比较长的这2根螺丝锁回去了。它分别是这个2个位置。好，那你要记得要拆的时候就是从这里拆。当然你要换喷头不一定要拆这2个，它这边等于有一个轴向的，我先把线穿过去给大家看一下。可能不是很清楚，我把它放近一点。这里有一个方孔嘛，那方孔的旁边这里呢有一个沟槽，这个就是让喷头的2条线穿过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穿过这个风扇这里有一个孔，从这里穿出来。那我就去穿，我们大家来慢慢看一下我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是蛮辛苦的，那我已经穿完1条线了，我再穿第2条。好，2条线都穿完之后呢，我就先把接头给接上。那当然，你这边可以把它扣回来。风扇这边你可能要对准一下才扣得进去。好的，扣进去了，那我就把接头给它接回去。在接回去之前呢，我底部呢先让我的喷头的那个中心给它对准那个孔。我可能一样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请大家耐心的看一下。在要穿进去之前呢，这里先把它拉开，让你的那个尼龙套管可以伸进去。好的，目前我是把它卡住的状态了，然后把线给它接回去。然后这时候再去观察你的萤幕，我让大家看一下，我看一下它的显示有没有正常，试着去把它预热看看会不会动。好，那这样子就是正常的状态。记得我们如果要换喷头的时候，建议你先把它降温不然烫到会很痛的。我刚刚就烫到，非常的痛。再来，我要把比较长的这2根螺丝锁回去了。它分别是这个2个位置。那你要记得要拆的时候就是从这里拆。当然你要换喷头不一定要拆这2个。它拆的话你可以做轴向的旋转，你再穿线比较好穿。当然你不拆也 OK 的，只是线是不太好穿的状态。那我现在把它锁回去。
好，锁完之后呢，有一个地方要把我们的喷头组给它顶住，就是这颗螺丝。那记得拆的时候也是一样，记得这颗要放松。放松完之后呢，这里要压一下，然后手从底部把喷头组给它取下来。记得要先降温哦。我刚刚就是这样烫到的哦，非常的痛。好，那我们现在把它逼紧。在逼紧之前呢，我再做最后一次确认，看喷头组到底有没有推到底。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哦，大家耐心等一下。好的，刚发现是没有推到底的那这次我把它推到底之后呢，我就直接把它锁紧、逼紧，这样就完成了喷头组的组装。再来，刚刚有把风扇给它拆下来，那就是把它装回去孔对孔，记得这边是向外的。然后螺丝呢，直接对锁，把它锁起来就好了。当然锁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你的那个线有没有压到尽量避免去压到的状态。那锁的话有紧就好，不要逼得太紧了怕你把那个塑胶呢给它逼破掉有紧就好。好，最后我们要把盖子盖起来了。那在盖起来的时候呢，特别要注意这里，你要让它的线走出来。我们先把它盖进去。可能这样子不是非常清楚，就是这个位置呢，让线要从这个缝给它穿出来。从这里穿出来。可能不是很清楚，但带穿的过程不会太麻烦了。OK， 这样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呢，稍微压一下，对一下孔。好，那这里的话，后面这两颗从这个位置可能看不出来，但后面这两颗呢是最好锁的。我先把它固定起来。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大家就耐心等我一下。另外两颗呢，因为拍摄的角度是拍不到的，我只给大家看在这两个位置，但是呢，它的螺丝呢是由下往上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从说明书看是没有这个动作的，所以我在刚开始要喷头出现问题要拆它的时候，发现我后面这两颗螺丝我有看到，
拆完之后发现拿不下来，原来是底部还有2颗螺丝哦。这边的话可能是大家会遇到的状况，那我就告诉大家从这里拆哦。原来是这2颗螺丝搞的鬼，所以拆不开。好，所以现在我把它装回去。好，一样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哦，请大家耐心等候。一样的锁紧就好了，不要硬逼得太紧，哦，有紧就好了。然后最后呢，这里还有一个导风管哦，再把它锁上去，哦，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好的，那再来就是做归零的动作。归零之后呢，要做什么，大家应该就很清楚了，就是校正。然后因为你已经有更改过你更换过喷头啊，或是喷嘴，那这样子呢，你再做对机台的话，要整体再做重新校正，这样子呢，你才能确保它的距离是你要的。好，那我们就来校正了。那这块校正这部分呢，我就不再另外做说明，因为这边应该大家都蛮熟悉的了。